停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外面歹人多，我怕你识人不清，让人给卖了。见过杨警官，在下白胜。白郎君是哪里人啊？南诏人。以何为生？祖上的产业够用了。来这益州所谓何事呢？慕名而来，过来看看热闹。哟，这是慕谁的名啊？杨警官，这是在盘问在下吗？身为益州的警官，关乎锦业的一草一木、阿猫阿狗，我都有义务盘问。昨夜我与季娘子生死与共，季娘子比较了解我，要不然你问问她。哪有你说那么夸张？不过就是抢个生意罢了。不过是一起做生意罢了嘛。其实也不止生意了。阿月，我们快走吧，再不回家，我阿娘就要把我逐出家门了。想走？那个人得放我们走啊！这些天没回来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我阿娘发现。我先去看看。屋里这么安静，应该是没发现吧？有一种静，是暴雨来临前的安静。我们悄悄进去，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只要没被现场抓住，一切好说。站住啊！阿娘，你听我解释。娘娘，过来。这性子也耍够了，该回家了吧？阿娘，我不想相亲了。哎呀，你这是着魔了吧？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啊，走，跟我回去。阿娘，三道堰的娘子们没有人比我养的蚕更好，我会染丝，还会刺绣。昨晚我还帮一个村子绣好了他们的文锦，他们都说谢谢我，夸我厉害，还叫我朱掌柜。阿娘，不用招赘婿，我也可以好好打理好家业，让你和阿爷颐养天年的。让你相亲，也是因为我跟你阿爷年纪大了。你若能找到一个可靠的夫婿，我和你阿爷才能放心啊！谁说我没有依靠？飞花会就是我的依靠。阿娘，以前都是我听你们的话，这回你就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和你阿爷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，还能害你不成？啊，我们劳心劳力的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？我自己的路我要自己去走，就算磕破了头，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。你中邪了，你一定是中邪了。啊，行，我劝不动你，我去找你阿爷来，让他来骂醒你。你阿爷阿娘给你选的是一条轻松的路，安全的路，你自己选的会很难走。你想清楚了吗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过。好，在我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我要回家了。我总归是我阿爷阿娘的女儿，虽然他们现在不理解我，但只要有一天我能证明自己，他们一定会支持我的。
娘你在啊？平儿和他阿娘都走了。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您听我解释，我这一晚上没回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，阿玉和平儿都与我一起呢。阿娘，我以后再也不折腾了好几宿，赶紧去睡会儿吧。阿娘，你不怪我，也不骂我？我骂了你那么多次，管用吗？嘿嘿，阿娘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善解人意，通情达理。染丝的原料，你阿兄都已经帮你备齐全了，筹备供给耽误不得，抓紧去睡会儿，睡醒了赶紧干活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到处乱跑。好，我这就去睡。阿娘真好。快去！平儿14。啊，我带了点三华楼的糕点，我主动去跟你道歉来了。道歉？啊，我上次说错了话，惹你不开心了。我想了好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哄你。我长这么大也没哄过别人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怎么能消气儿，我就怎么做，行吗？应该是我和你道歉才对。上次是我心里烦躁，忍不住朝你发火。我倒没事儿。那个还是因为相亲吗？我其实上次我没开玩笑。等我说服了我阿姨，我就去你家去提亲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不会着急相亲了。茵茵是女子，我也是女子，她能支撑家业，我也能。那你也不能一辈子不成亲啊！日子，谢谢你喜欢我。即便有一天我要成亲，我想要的也是一个能跟我同舟共济、同甘共苦、并肩而行的郎君，而不是你。对不起。爷才不在意呢。对不起，其实我也不想伤你，但我更不想拖着，让你一直怀有希望，更不好。那个周望啊，让他把织过的花本都复制一遍，让他暗中购买一些织机和丝线，分批运往南诏，切记不要留下痕迹。那余家从古北村带回来的那幅纹样要偷回来吗？放在基因那儿吧，我相信他会给我惊喜的。师兄不是想用那幅花本收复余家吗？现如今对我来说，季茵茵要比余家更加重要。与其收复余家，还不如收复季茵茵呢。夫君，出去。夫君，我亲自下厨熬的参汤。夫君今节辛苦了，
喝了汤，同我回屋歇息吧。夫君，成婚这么些时日，你夜夜宿在书房，都不肯碰我一下，这赵家上下可都看在眼里呢。你会介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你我为何成婚？这赵家上下谁人不知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我只想夫妻和睦，如今也成了算计吗？你是何等人呢？会想夫妻和睦？你不过就是想怀上我的孩子，之后我便没用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掌控我赵家上下。夫君是在设计新的贡锦纹样吗？赵家以往的不行吗？还是夫君想学姬莺莺，一鸣惊人，为长安看重，为节度使看重，以后便不必再仰仗我牛家权势。听说郎君前几日与季娘子送了消息，余家便是郎君刻意排挤，送给季娘子的吧？如果我阿耶知道郎君是如此两面三刀之人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他最近应该没有心情去听一个屡战屡败的女儿胡说八道。赵平，郎君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我的房间，否则打死无论。是。郎君好大的气魄。没有你牛五娘，我赵家照样给牛将军知己，但没有我赵修缘，你赵二夫人毫无价值，孰轻孰重，你比我清楚。客官里边请。于掌柜，知锦在即，我飞花会亦有善之意者，今日想给您引荐一下。哦，季家锦房季耀庭见过于前辈。耀庭不善纹样设计，唯在织造一环卓有心得，愿助于掌柜一臂之力。季郎请坐。多谢于掌柜。9年以来，这双手从未停歇。季郎技艺不减当年呐，我于家织锦房恭候季郎君。多谢于掌柜。于掌柜，我今日来还有另一件事。这禾穗锦虽然历史悠久，古朴醇厚，可是时人多求新，光靠上面的纹样怕是不足以吸引人。我想在不改变原有花纹的情况下，增加其生动性和光泽感。譬如通过丝线的颜色调整，或是纹路重构，使其流光溢彩，织出一幅禾穗流波锦。禾穗流波锦，金色禾穗随风起伏涤荡，卷起万千岛了。季娘子，这锦的明暗光泽，一般来说，取决于丝线的光泽、颜色的配比、织法的组合而决定的。
若要尤为突出这波纹流动之感，那在技法和颜色配比上就要推陈出新。当然，其难度呢，不亚于研发一种新锦呢。如今，这禾穗锦的花本，我还尚未还原出来，你又要我织出波光粼粼之感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我阿兄昨日也这样说，但是茵茵认为，我们既然要织，那何不把它做到最好呢？配色我可以帮得上忙，纹路我们可以借鉴蜀绣技艺，但是在织法上还得请您还有师傅们多多研究了。锦娘子，这研究禾穗流波锦呢，它不只是技法上的问题。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没有钱就没法织锦。锦娘子，一种技法的研发，初期就要投入许多钱帛的。可瑜伽和飞花会，我之前送过去的不够吗？感谢季娘子的资助，才保证我瑜伽的工人和织机。可是，要研究新锦，需要多少？至少90贯。于掌柜，您与我阿兄只管负责研究如何织，钱的事情。钱，爷要钱有钱，要长相有长相，那他凭什么不喜欢爷啊？是3国酒。季娘子，您接着说。钱的事情我来想法子。法子，他不喜欢爷，爷有什么法子呀？爷也不长得身上。于掌柜，看来我得好好的去安慰一下我们的名誉会长了，失礼了。爷都行，就算是阿爷打死爷，爷也要去人家入赘。闭嘴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爷就说，爷就说，爷还……你敢泼爷？你别以为爷不打女人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。泼的就是你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，若流言传出去，你让平儿以后怎么做人？也没想那么多呀。那你想什么？爷就想成为平儿喜欢那样，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、并肩作战的郎君。啊，可爷不是那种人啊，怎么办呢，莹莹？你先别管平儿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你先想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做个人啊，做个堂堂正正、有事可做、有钱可赚、有人尊重的正经男人。那是做什么呀？要跟你们一起染丝吗？爷也不会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件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？赚钱。王掌柜，哎，来了。掌柜好。我们飞花会和瑜伽合作了禾穗流波锦。禾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还望支持。我们3日之后会在岳不还酒楼进行拍卖，还希望陈掌柜大驾光临啊！好了，飞花会的事我一定去，定会赴约，一定支持。禾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锦城分利。这不是锦还未成就让咱们投钱吗？所以我就说嘛，他一定会给我惊喜的。只要跟他从头开始，重新再来，这织锦不就学会了吗？他和那个杨警官情投意合走得颇近，
杨警官查的又是……师兄，还是离那个季茵茵远一些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他俩有情，我却无心，输的自然不会是我了。不过这女子嘛，一旦陷入感情，往往就会左右她的判断和选择。季茵茵要发展她的事业，这可不太好。我得想一个办法，让她离那个杨静兰远点。这季娘子倒是想了个好主意，可这些人不是怕得罪牛景，不敢买飞花会的丝吗？这几年，他们敢买吗？大姐夫背后谁家没有靠山呢？为了几筐丝得罪牛景，的确不值。但是锦就不同了，重利之下必有勇夫，便是不买，也得过去看看。爷知道爷很潇洒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看着爷呀。你这个人啊，看似肆意不羁，其实呢，还挺通人情世故的。逆死！走吧，看看热闹去。老夫益州府10月9，斗鼎会。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。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，阿耶叫它蜀红丝。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魁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！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宴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都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1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都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
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督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是阿爷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钱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英英。你不能去！哎，秀媛，你不能去！阿爷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在这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俺也回家，俺也回家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从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俺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婷儿，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
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子配方。赵修元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纪的讨债，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潘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花家里来了，快跑！快快快，搜摊搜摊！这花家要洗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个，今天大人哭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快快，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莺莺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，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您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
今日我季家交货，黄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，金玉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哪里？让开！说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，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喜事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是颜金印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下次爷这个姐姐娘的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！我爹，流氓快跑！爷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。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钉子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祸便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姚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咬他！生我所欲也，义
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且将就两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国魁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郎君，子，那花掌柜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铅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花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啦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说嘛，成交，劳您画押。哎呀，这
承蒙惠顾，乖乖送客。艳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的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七折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派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季妍妍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您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二郎君还有婚约在，这些年赵二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，有拙劲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乖乖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，乖乖，你，算了，乖乖。这孩子，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。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莹莹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。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也对不起你。
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，这死了3个了。你说这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这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呢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啊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在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去见一个朋友？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义出来！金义出来！娘子，金义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娘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！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一马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身火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、这胳膊、这全都折了。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暗财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演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
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任老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是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贵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1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。金小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3道院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2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儿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英英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14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14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英英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
哪怕是受点委屈、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都听好了，打今日起，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如果再允许他在这儿洗丝，国舅爷就会认为我们是一起的，保不齐哪天就来找我们的麻烦。敢问，谁能顶得住国舅爷的怒火啊？这浣花溪数百年来都是各家共用。他不姓花，哎，我没说他姓花，我是为了大家的营生，我们花家甘愿做这个恶人。陈大郎，你干什么呀？他家的丝我买了，我换我自己的丝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也买一点，哎，剩下来就归我了。不是，站住，站住！你们当我是傻子是不是啊？我都说了，不许季家人在这儿洗丝，就是不许洗丝。你们要是敢帮的，你们都给我滚蛋！我踹死你！好了，哎呦，不让你们洗丝，定是花想荣自作主张。花掌柜若是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拦着你们的。他想孤立的只有我。哎呀，乌龟炖王八都憋着一肚子坏水呢。那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就是想借着这个事儿压我们的价格。他要不压的话，我陈豆给你倒着写。三郎，去火的，吃点吧。我不吃。哎、大郎，你那盒子里都是药啊？对啊。你们别看我长得壮实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我从小身体就不好。我阿娘说了，药一定要常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瓶是舒心活血的。这一瓶是护肝养胃的，这一瓶是安神养胎的。养胎啊？那你阿娘对你要求好高哦。不是，药不分男女，都是有用的，你们都吃点。我要养胎的爪子。三郎吃点药吧。哎呀，我吃什么吃啊？我想吃他的脑壳，我想啃他一个金光灿烂，啃他一个四脚朝天，啃他一个七荤八素。此事是因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大家。哎呀，你这说的又是什么话呀？那每一次都是你拖着花想荣，咱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啊。哦，便是再有一次，咱也不能看着你们受欺负。就是。各位儿郎如此有血性，可敢一搏？怎么搏？你们知道花家为什么敢这么欺负我们吗？哎，因为我们是小染坊噻，势单力薄，
花家又是城里边最大的染妇，他吃肉，我们就只能跟他喝点汤。你说我们哪一个不需要靠花家牙缝里露出那一丁点订单过活哎？那花家为什么又要将订单分于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的工价便宜啊，比他自己在招工扩大人坊那要划算多了，而且他已经习惯压我们的价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们看啊，花家的电青丝多半是朱小娘家染的。他在我家常订的是各种绿丝和蓝丝，而分于你陈家的订单多是石样锦和凝叶紫，你家是红蜘蛛，你家是松花与沧浪。我们各家染坊虽小，但是各有特色，许多颜色比花家染坊染的都好。只是我们的丝都是经花家出手，外面的人只知道花家染坊，不知道我们这些小染户罢了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如果我们各家联合在一起，那就等于是一个大染坊呀。那我们就可以有接大订单的资金和人手。日后我们再把名声打出去，那我们就不愁接不着订单了。有了订单，我们就有了底气；有了底气，我们还怕没地方洗丝吗？不是你这话说的容易啊，打出名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。就是，那些大染妇哪家背后没有人呐？就是，你就说咱们无权无势，怎么跟人家斗？就是，而且我们站起来了也会被打趴下的。就是啊！哎呀，事在人为嘛，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成啊？哎，风筝，哪个傻子现在还有心情放风筝啊？各位，这件事情呢，大家先想一想，想通了我们再从长计议。陈三哥，我的丝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我去看看哪个傻子在放风筝。哎，傻子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他怎么就爱跟傻子玩哦？就是，你才傻子呢！哎。哥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啊？你的景治都如何了？别以为给我点甜的便能糊弄住。你跟14郎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还特意给你拿了药，这么看下来，你也没受伤啊。我就说嘛，那你跟别人冲突，一般受伤的都是别人才对。谁说我没受伤？伤在里头，你得凑近了瞧瞧。哪里啊？我就知道你骗我，那染料的味道我都闻见了。不是说怕红色吗？怎么还往脸上抹呀？我只是怕流动的红，像血水一样涌动的红，不是什么红都怕的。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呀，打听了一下桑14郎，他的姐姐是宫中正得宠的妃子，他的阿耶暂代警官一职，其他儿女都事业有成，唯有他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。那他平日里都好做些什么？他干什么都学艺不精，但我有一样，很是强项。什么？叶子牌。叶子牌？这生的都给人往上端呐！赶快的！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老子非得怎样？可以。
你敢去我这儿，为何将月不还？酒色同香，酒客月落，家不还，概不赊账，当月不还，家难还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滚！你们这是黑店，你给我们吃这些臭鱼烂虾，要吃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衙门告你去吧！昔日王相出任西川节度使时，曾于酒馆用饭，亲口大赞这愉快。花落金缕明玉镜，不逊风月过江南。王相大家称赞的，客官却不屑一顾，说这不是人吃的东西。如此诋毁王相，也不知道到了衙门，那板子会先打谁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若是你，便乖乖把钱付了，赶紧跑回家躲起来，等这事儿大家都忘了再说。我再也不来了！我再也不来了！打扰各位雅兴，今日一应酒品，通通9折。谢于掌柜，谢于掌柜。来，我们来壶酒。来了。这王相什么时候夸过我这儿的愉快呀？我瞎说的，反正他们平日里也见不着王相，就算是见到了，他们也只会问功名，谁会问这等小事？找有事儿。你听说我跟桑14郎的事儿了吗？英名远播，纪晓娘子不畏强权，勇斗恶霸国舅爷。想不想一起英名远播？地盘借我2天，再借我点钱呗。借钱？你看我这店冷清的，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，我哪有什么闲钱借你？你就先借我保你接下来店里坐满客人，日进斗金。你是有法子对付花家，还是对付桑14郎？借力打力，谁还不会？哎呀，承让啊！楚王高进，自愧不如。承让。还有谁要一起玩的吗？是你，你就是赌王啊！来，跟爷赌一把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你可知我为何要赌钱？为何啊？因为我在浣花溪得罪了国舅爷，花家怕被牵连，不让我去洗边洗丝。我们家染房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我只能靠此赚钱养家。这爷哪知道？算了，爷这脾气发了也就算了，这没想到他们花家借着爷的名气为难你。哎呀，回头再说，咱先赌一把。不赌。你。行，你跟爷赌一把，无论输赢，爷都告诉花家不跟你办见识了。当真？爷说话算数。来。季娘子牌技果然了得，10次便能赢8次，的确了得。
想赢便赢，想输便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吃点东西再喝，免得伤身。看你这衣裳，不靠杨家也没挨饿。多年未归，没想到第一个认出我的人，竟是阿姐。一日三餐，一日千里，走马江湖，自在快活。来，阿姐，有劳阿姐挂念。阿姐的酒还是这么好喝。少叫我阿姐，显老。行。